去年老助理就去鬼门关转了一圈，老助理努力地平复自己的情绪，他冲老友们点点头，又对商太太说道：“邢小姐，我会努力地活着，直到你们替家主报了仇，让二小姐受到了惩罚，否则我死都不能瞑目。也是我没用，这么多年了，都没有办法替家主报仇，也找不到你姐妹俩的下落。若是他能早点有邢小姐姐妹俩的消息，阿慧小姐也不会早死。她没有保护好家主，连家主的2个女儿她也没有保护好，她愧对家主。经过特训的她来到家主身边，为家主做了很多事，结果最重要的2件事她却没有做好，她都没有脸面去见9泉之下的家主。而训练她出来的基地在家主死后，二小姐上位，立即就安排新的助理来到二小姐身边。以前能被她使用的人脉全都归二小姐的助理使用了，她自己培养出来的人脉倒是没有背叛她，只是在被二小姐追杀时，他们为了保护她一个个死去。二小姐是真的要赶尽杀绝的，对家主以及3小姐都能痛下杀手，对2个外甥女也心狠得很，怎么可能会留下他们的命？他逃也会被追杀，但有一丝生机；不逃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二小姐对他还有遗恨，便是曾经二小姐向他表白过，他拒绝了二小姐。他是家主的助理，一辈子不婚，若想娶妻，除非家主嫁给他。但是家主有喜欢的人，家主还为他喜欢的男人生了2个女儿。在家主嫁人那一刻，他就知道他一辈子都只能是家主的助理，能跟在家主身边，看着家主幸福，他也知足，也觉得好幸福了。若没有那一场看似意外的车祸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。钟伯，这不怪你，都是那个女人心太狠，她估计早就不局的了。我妈那么相信她，她还是我妈带大的长姐如母，我妈做到了，可是她却要了我妈的命，还有她的父亲以及爷奶他们。可以说，二姨策划的那一起车祸，让她姐妹俩成了孤儿。姐妹俩被辗转送进福利院时，已尝尽了人间冷暖。在福利院里也会受到欺负，妹妹太小，她要保护妹妹，也还是个孩子的她不得不像个大人似的，照顾妹妹，护着妹妹，经常为了妹妹跟其他孩子打架。有机会让妹妹被好人家收养了，她既高兴也难过。高兴的是妹妹被好人家收养，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，有养父母疼爱。难过的是父母家人都没有了，她只有妹妹一个亲人，一分离，不知道此生能否再相见。若是知道妹妹被人收养，会遭受到那么多的伤害，凤莹是不会同意妹妹被领养的。等她长大有本事了，到处找妹妹，找了多年，最后只看到妹妹的墓。那时候她不太记得儿时的事，对于自己的身世也是模糊得很，只觉得自己唯一的娘家人没有了。在妹妹的墓前，她哭得肝肠寸断，也无法把妹妹哭得起死回生，唯有加倍疼爱2个外甥女。姐妹俩的悲惨童年，后来的姐妹阴阳两隔，知道了父母家人的死因。商太太对凤家主那是恨得牙痒痒的，老助理恨恨地道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他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对，钟伯，他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就是我没用，我手里掌握到的证据并不多，就是这点证据，也因为以前的人都死光了，死无对证，很难指证他。老助理说着，又自责的老泪纵磨。商太太冷冷地道：我不管有没有证据，凤家的掌家之权我都会夺回来，我不当家主，也会让我外甥女坐上去，让她做的再多，失去再多，最后还是回到我妈这一脉的手里。她如今也遭到了报应，日子过得并不好。她的儿子儿媳养女天天闹，哦，养女已死，亲生女不在她身边长大的，母女俩很难真正一条心。钟伯手里的证据给我，
我会备一份送去给我那个好表妹，保证她母女俩再也无法一条心。凤晴这个凤家少主当得很是辛苦，她也跟商太太说过，若是有证据能证明大姨是死于她母亲之手，她会将继承人之位还给商太太。商太太要培养海玲上位，那也是商太太的事，凤晴不管，她只想离开凤家，做回她自己。凤家太多陋习，太多不近人情的家规族规，凤晴适应不了，内心也是备受煎熬的。老助理也知道了凤家主的近况，他说道：活该，最好他是死于他最亲近的人之手，那就是真的报应了。凤家主以前狠心的害死长姐一家，再害死妹妹，都是对至亲下毒手。若是让凤家主的至亲，例如他的3个儿子，对他下毒手，不管死不死，对凤家主来说都是报应。老助理又说道：证据我都保管好，不过这次过来并没有带在身上，我来这一趟主要是想亲眼看看。莹小姐如今过得很好，我也放心了，就是还没有见到凤慧小姐的2个闺女。凤莹小姐的儿女她见着了，都是人中龙凤。凤莹的丈夫一看就知道是个宠妻的，若没有商先生的宠爱，阿莹小姐以前也无法在商氏集团大展拳脚的。家主的优秀基因传到凤莹小姐这里，并没有丢，后继有人了。这是老助理见到商太太后最欣慰的。等老助理情绪稳定了很多，商太太才将自己的家人一一介绍给老助理认识。老助理难得的露出了点笑容，夸赞着商无痕等人几句。商小飞是商太太唯一的女儿，如果按照凤家的规矩，商小飞才是正统的接班人。哪怕知道了商太太是要培养海玲接管凤家，老助理还是忍不住多看了商小飞2眼。对于商太太的决定，老助理并没有说半句。凤慧小姐的2个女儿经历过风雨，心性坚韧，好好培养是比凤莹小姐唯一的女儿有优势。商小飞率性惯了，没有吃过苦，让她接管凤家简直就是要她的命。她也明着拒绝过，她不想代替母亲去接管凤氏家族，她不适合当一个大家主。钟伯阿慧的长女去了江城，她现在江城那边发展，您老暂时见不到她。商太太温声地说道。她知道钟伯多看小飞几眼的原因，钟伯大概是担心他母亲这一脉，没有人能够接管凤氏家族吧，老人家最忠心了，他认为凤氏家族就是他家主这一脉的。就算凤月在家主之位上做了40几年，钟伯都不承认凤月的合法地位。凤月不想让钟伯活着，就是觉得钟伯活着，他总觉得自己座位不正，没有了钟伯，姐妹都死绝了，他接管凤氏家族才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就显得理直气壮。彤彤在来的路上了，等会儿您老人家就能见到他。彤彤像他爸多一点，海玲才像阿慧。海玲的儿子洋洋跟阿慧小时候特别像，要是换上裙子，绑2个小辫子就更像了。海玲当初太胖，胖的都失去了原样，商太太才一直没有找到姐妹。老助理欣慰的点点头，我都知道，我这些朋友告诉我了。商太太郑重地向几位老人家道谢，谢谢他们救了钟伯一命，让他和钟伯在分离了几10年后还能再重逢。这么多年来，钟伯也多亏他们的照顾，才能活到现在。虽说钟伯手里的证据不多，但是钟伯在商太太的心里如同家人一般的存在，如今还能再见，就等于是找到了家人。这些都是老神医等人的功劳，他身为钟伯的晚辈，自是要向几位老前辈道谢的。凤莹小姐客气了，我们也是欣赏老哥哥的忠心，才会多管闲事救了他一命，我们做的还不够多，要是早点确定凤莹小姐在管城，能改写很多事情的结局的。商太太说道，这怎么能怪老前辈们呢？我自己都是最近才确定了自己的身世，他记忆里就是家里人都没有了，
他和妹妹不停地被转移，最后保护他们的人都死了。姐妹俩最后进了管城的孤儿院。当年事发突然，小小年纪的姐妹俩根本不知道惨剧的真相，经历太多，她也有些记忆丢失。妹妹就不用说了，就算妹妹活着也记不住。幸好老天爷有眼，商太太感激地道，让我们还能见上一面。她带着家人再一次向几位老前辈致谢。这个时候，一名佣人进来，恭敬地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太太、战少和少奶奶来了，快请。”都不用请，海童下了车就匆匆往屋里走。战印快步跟着他，低声叮嘱着他：“彤彤，你慢点，小心点。”他肚里还揣着他们的爱情结晶呢。海童像是没听到他的叮嘱似的，一阵风似的刮进了屋里，刮到了商太太等人的面前。老先生，海童认得老神医，看到老神医在场，先是恭敬的问好。老神医回以点头微笑，说道：“战大少奶奶，好久不见。”他观海童的脸色很好，回去可以告诉穆晴一声，海童被战家照顾得很好。战印宠妻，战家的男人听说都是妻奴，宠妻得很，就跟他女婿家里的男人一样，怪不得两家也能来往密切一类的人。老先生，战印也是恭恭敬敬地向老神医问好。老神医又是点了点头，然后他将几个老朋友都介绍给战印夫妻俩认识，最后才指着钟伯对海童说道：“战大少奶奶，我这位老大哥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人，你大姨叫他钟伯，老先生你叫我海童就行了。”海童望向钟伯问好：“钟爷爷。”他是小辈，没有见过老助理，老助理也没有见过他，所以不管是海童还是钟伯都没有商太太的激动。钟伯微笑的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是海童吧？”凤莹小姐说的对，海童跟凤慧小姐不太像，初看还会觉得有个3分相似，细看又觉得不像了。看来海童小姐是继承了海家的基因。我是海童，我姐海玲去了江城，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回管城。钟伯点点头，问了一下海童的近况，知道海童过得很好，也是个自强自立的人，他更加的欣慰。家主的后代就算幼时遭遇过不堪，长大后也会成才的。战家的老太太慧眼如炬，识得海童小姐的优秀，劝着战少娶回家，不会亏了战少的。他家主的后代优秀得很。钟伯，几位老先生，请一步去用早餐。商太太请着大家先去用餐，她和丈夫上前去亲自挽扶钟伯。老神医和他的老友们身体还很硬朗，不用人扶。用老神医的话说，他们还能打死一头牛呢，哪里需要人扶了。大家在商家用过了早餐后，商太太又和钟伯说了很多话，直到钟伯精神上快撑不住了。商太太赶紧给几位老人家安排了住处，老神医又让钟伯吃了2颗药。等钟伯躺下并睡着，老神医帮他把过脉后，才放心地走出房间。老先生，我钟伯没事吧？商太太关心地问着。没事，他现在情绪平稳多了，不再大喜大悲的，他就没事。我给他吃的药有助于他的睡眠，让他睡得安稳一点。他睡到傍晚再起来，精神状态能好很多。最近他向我们抗议，执意要过来看你们，都没有吃好睡好，有时候还得他们在他的饭菜里放点安眠药，才能让他睡上一觉。老神医是在龙庭放了寒假后，就带着徒孙飞回 A 市，住进了风尘山庄，帮着徒弟带孩子。他可想君妃了，徒弟总是嫌弃君妃爱哭，他都不想说徒弟小时候也是个爱哭猫。君妃就是继承了他妈妈的爱哭。知道钟伯执意要飞管城，大家担心他的身体，才通知他赶回去陪着钟伯一起过来的。老先生，谢谢您。商太太感激地道，都是亲戚，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老哥哥心病重，今天见到了你们，
他的心病能好一点，就是怕他撑这么久，是想替他家主报仇，想找到你们，这样才能撑下来。如今心愿已了，我怕他一下子泄了气，可能很快就会离开我们。总之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商太太脸色大变，老先生没有办法让我钟伯再多活几年吗？老神医说道，我师徒俩种的好药，在他身上用了1个遍，我们已经尽力的了。他能撑这么久，一是我们给他调养身体，二是心里的执念。虽说你母亲的大仇还未得报，但见到你们过得好，手里也有人也有事，你钟伯放心不少，认为替你母报仇可以交给你们了，他就可以去见他家主。执念没有了，就是我说的精神器械了，他就撑不了多久。况且他都近100岁的人了，就是真有那一天，你们也要坦然接受。长命100岁，长命100岁，又有几个人真能长命100岁？商太太担忧地往房里看去，老神医知道他是担心钟伯这样，就睡了过去，便安慰的道：他还没有将证据交给你，就还能撑着，证据都是他自己藏着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过问，没有看过。说到底，钟伯对他们始终没有100%的信任，他们也不怪钟伯，本也是他们不想多管闲事。龙庭同样背负着血海深仇，他们也没有想过帮龙庭报仇，只是教导龙庭以后要不要复仇，那是龙庭的事。龙庭还是他的徒孙呢，他都没有插手报仇之事，更不用说钟伯要替上任家主报仇一事了。我们不会在这里逗留太久，等我们陪他回去，拿了证据过来交给你，就留他在你家里住一段时间吧。商太太说道，那是应该的，钟伯是我妈身边的人，也是我的长辈，他这般年纪了，就不要再飞来飞去的了，留下来我给钟伯养老。你念旧情，有这份心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他有说过，等他走后，希望能将他葬在你妈的墓旁边。他说他要好好的守着你妈，若是有下辈子，绝对不会让你妈再遭遇不测。商太太答应下来。钟伯是母亲最信任的人，也是最忠于母亲的人，他死后都要守护着他的母亲，这份忠心他一定会如他所愿的。老先生，你也快去休息吧，麻烦了几位老先生，大冷天的陪着我钟伯过来。管城算什么冷，我们天天都活在冰天雪地里，习惯了寒冷，管城这点冷不值一提。老神医说是这样说，还是去了他的客房里休息。他们几个是比钟伯小很多，却也是老人家的年纪了，可能是归隐后过着轻松惬意的生活，没有像年轻时那样东奔西走的。他们这些老骨头跑一趟管城，还真觉得副老骨头要散架似的。在小辈面前，大家都撑着呢。主要是江湖上还流传着哥们几个的传说，在小辈的眼里，他们都被传成了世外高人，差点要说他们个个羽化成仙了。等几位老人家休息后，商太太下楼去。妈，几个孩子都担心地看着她。商太太温声说道，妈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妈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。你们钟爷爷身体不太好，年纪又太大，已经睡下，你们尽量不要上楼去打扰几位老人家。商太太看向海童，温声说道，童童，你怀着身孕，容易累，先跟战印回家休息，晚上若是有精力，再过来陪你钟爷爷吃饭。他们不会逗留太久就要走的，能一次性见到几位老前辈是缘分，很多人设想也想不来的缘分。商家的客房安排给几位老人家休息了，海童便说道，大姨，那我傍晚再过来。商太太嗯着，下午接了洋洋一起过来。顿了顿，商太太又说，老先生说钟伯没有多少日子了，小辈都让他见见吧。众人你看我看你。海童关心地问，钟爷爷是什么病？
可能是以前受伤留下的后遗症吧。老人家也多少都会有点病痛的，加上他的年纪太大。商太太叹口气，没有再说下去。老神医是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下午去接了洋洋，就一起过来。海童也明白钟伯年纪太大，心愿已了时，往往是撑不了多久的了。要通知我姐回来一趟吗？暂时不用，钟伯还没有将证据交到我手里，最近应该还不会有事的。下次他过来，我会留他在我家里住着，我们一家子给他养老送终。钟伯一生不婚，无儿无女的，是他姐妹俩如同亲生。商太太觉得他给钟伯养老送终是应该的，年轻一辈都要上班，工作忙，没有那个时间照顾老人家。他夫妻俩退休在家，正好照顾钟伯，说不定有他们陪伴，又能让钟伯多活一段时间呢。那就等我姐回来过年了，再过来看看钟爷爷。你们钟爷爷来过的事先保密，不要传出去。江城那个老女人还在找着钟伯的下落，她可能也探到了些许消息的，众人都答道绝对不说出去。商太太对于自家的小辈还是很信任的，个个的嘴巴都牢得很，不让说就不会说出去，可以透露一点点消息给凤晴，看看凤晴是什么反应，但不要说得太清楚。商太太还得再试探试探自己那个表妹。等晚上我再打电话给海玲，我跟她说，海玲也就是晚上才会有点时间。海童恩着，回去好好休息。战印带彤彤回去。战印起身，与妻子一起跟商家人道了声再见。他握着妻子的手，夫妻俩一起离开。老公，你去上班可以了，我自己回家。战印拥着他，让他靠在他的身上。他温声说道，我今天不回公司了，一天两天不回公司也不会有什么事，我陪你回家休息好，下午一起去接洋洋，再一起过来。海童抬头看他片刻，又靠回他的身上。老公，谢谢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陪在我身边，给我依靠，也让我心安。战印轻笑，咱们是夫妻，是一家人，不要跟你老公我那么客气，那样太见外了。我说了，我就是你的依靠，给你靠一辈子的。海童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搂住了他的腰肢。有他真好。彤彤，我们回一下老宅吧，跟奶奶说一声，他老人家应该想见见几位老人家的，同一时代的人，奶奶在那个时代在管城算得上是个物了，那几个老人家应该也知道奶奶的。想到海童早早起来，战印又改变了主意。他说道，你回家休息，我回老宅一趟吧，奶奶要是想过来，我载着奶奶过来。海童说道，我不累，我陪你一起回去，也有一小段时间没有回去了，这个周末带洋洋回去住2天，也跟家里说一声，下周放了寒假，我带洋洋去 A 市玩几天。战印关心地问，会不会很累？要是累就休息，别累着自己。海童挺了挺肚子，也轻拍一下肚子。你以为你宝宝很大个了，他还很小的，累不着我。你别拍他吗？他说不定在睡觉，被你拍一拍就行了。战印说着，伸手轻摸了一下他的肚子。晚上若是他回来的早，在洋洋休息后，他就喜欢躺在妻子的身边，盯着他的肚子看，时不时就要摸几下，有时候他都感觉宝宝在回应他呢。陪着他去做 NT 检查时，当医生将探头放到他的肚子上时，他是能看到小宝宝的。那张检查结果，他每天早上出门都要拿出来看看才会出门。他和彤彤的爱情结晶呀，成为一个胎儿的了。之前只能称为胚胎，成型后才能说是一个胎儿。他拉开了车门，让妻子上车，随后也跟着上车。上车后，海童坐稳了，才说道，他现在就是睡得多，才多大呀，就算是出生了，刚开始也是睡的时间多，还会日夜颠倒，你睡的时候
他不睡，你不睡，他睡。不怕，你坐月子，我就休假1个月，陪着你坐月子，我带娃。你只管休息，养好身子。想回家里坐月子也行，去月子中心也可以。战印说道，我买了那么多与孕期有关的书，还有怎样当一个好爸爸的书。等宝宝出生，我正好学以致用，看看我学的怎么样。年后我再去报名参加新手爸爸的培训。彤彤，怀孕的事我无法替代你，只能让你一个人受苦受累。不过宝宝出生后，我就可以替代你照顾好咱们的孩子。明年老八也可以参加工作了，给他们安排点工作，我自己能轻松一点。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战印是当大哥的，很有大哥风范，什么重活累活，他当大哥的都挑了大梁，让弟弟们可以轻轻松松的过着他们想过的潇洒日子。他从不抱怨，也不嫉妒弟弟们，因为他是大哥。从小长辈们灌输给他的思想，就是他是接班人，也是当家人，他要比弟弟们更优秀，才能守得住战家的家业。一个家族要想长久都兴旺发达，就需要代代都有优秀的合格的接班人。他就是长辈们培养的接班人，知道自己要接班的，所以战印从小就习惯了。这种日子持续到他闪婚了海童，并爱上海童后，他的生活，他的想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也想早点下班陪陪老婆，也想时不时休息休息。特别是海童怀孕后，他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陪在老婆的身边。是海童不让他这样黏着他，他还要上班呢。老婆怀着身孕都还要上班，战印就不好意思不上班了，还得挣奶粉钱呢。洋洋说是小弟弟，儿子的话还得挣钱给他买房买车，娶老婆要花不少钱。他是不差钱，可以说他什么不多就是钱最多的了。不过没有人会嫌钱多的，他挣的钱够儿子花一辈子的了，以后还有孙子呀，代代传承下去。希望到了他的儿孙辈，战家依旧是管城的首富。老八明年就可以上班了吗？海童总觉得老八还很小的样子，我总觉得老八才高中似的。他的是娃娃脸，还像个学生。八少走出去，别人看到他都会以为他是个高中生的。战印说道，他是长着一张娃娃脸而已，早就成年的了。我们兄弟几个也就是老九还没有成年。回山庄一趟，后面那句话战印是对司机说的。老八过了年也23了，老七是23岁开始工作。海童笑道，看到老八那张脸，就把他当成孩子来看，不知不觉也要工作了。他也知道战家的孩子一般是要正式工作了才会露面，平时都是被家族保护得很好的。外面的人知道战家这一代共有9位少爷，除了已经踏入社会的，其他的大家都没有见过的，就是踏入了社会的不是上流社会里的人。从4少开始就很多人不认识。战家最出名的是战印这个战少，2少和3少次子，4少下面的那几位少爷真没有几个人熟识的。战一阳他们也很低调。奶奶计划等咱们孩子出生并满月了，办满月酒食，让老八跟在他身边招待客人，算是让大家认识老八。海童说道，那样会不会委屈了老八？他有什么委屈的？我们这些当哥哥的踏入社会时，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出去应酬，哪个能在自己家里办个宴会的？老八是运气好了。海童摸摸肚子，感觉到宝宝似乎动了动，他的手停下来，静静的感受，又感受不到。他知道这不是错觉，宝宝是有胎动的了，只是胎动细微，不好感受得到，偶尔会感受到，都会以为是错觉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胎动的就厉害了。小军的比他大1个多月，就能真正感受到胎动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不舒服的话，
我现在送你回家，你不要跟着我回老宅了，有点远。留意到他摸肚子的动作，又忽然不动了。战印以为他不舒服，顿时紧张起来，就要让司机改路线。海童连忙说道：“没有不舒服，你不要一惊一乍的。刚刚我似是又感到宝宝在动了，静静的感受时又感觉不到。”战印立即纠正他，叫我老公。听到你连名带姓的叫我就神经紧绷，担心我是不是哪里犯了错，让你生气。他生气的时候就会连名带姓的叫他。海童，我是想说，你现在都这么紧张兮兮的，等我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像小飞那样，自己开车跑到医院去？战印严肃地道：“不要拿我跟商小飞比好不好？我才不会呢，我紧张肯定会紧张，但不会紧张到把你忘记的。我还要陪你进产房。”你陪我进产房？对，我到时候陪你进产房，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，我都要陪在你的身边。海童笑容甜蜜。战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对我这么好。战印再次纠正他，叫我老公。我喜欢听你叫我老公，应该是我谢谢你，替我生儿育女，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咱俩也别谢来谢去了。海童笑着倒进他的怀里，他搂着他，幸福填满他的心头。他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变成了在他面前会说甜言蜜语了，为他改变那么多，他是真的把他宠在心尖上。1个多小时后，战印的车队驶进了悠悠山庄。唐君夜从屋里迎出来，保养得极好的脸上有着紧张之色。听说长子长媳回来，是没有提前说，突然回来的。唐君夜就紧张、担心、害怕孩子们在外面出了什么事。战印的车子刚停稳，唐君夜就上前去拉车门，司机赶紧开了车锁。唐君夜拉开了车门，探身入内就要搀扶海童，嘴上问着：“彤彤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要叫医生吗？我马上让杨叔打电话叫家庭医生过来。”战印，你怎么照顾彤彤的？又说你能照顾好彤彤，公司的事再重要，重要不过彤彤，你不要忙着工作，也要照顾好我的儿媳妇呀。你奶奶也是的，是她老人家说要搬去你们那里住，看着你们俩的没待几天，她老人家又到处跑，现在都还在山脚下跟人砍大山吧。唐君夜都不给小夫妻俩开口说话的机会，先是把战印一顿说，担心儿媳妇的唐君夜连老太太都说了一顿。知道海童怀孕后，老太太是说要搬去战印那里住，担心战印照顾不好海童。看过战印照顾海童后，老太太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老人家的日子恢复常态又是不着家的了。海童好不容易带着机会说话了，他解释：“妈，我没事，我们就是想回来一趟，又不是有事才回来，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。我真没有不舒服，战印将我照顾得很好，他比谁都细心周到，要不是亲身经历，每天都在享受着美男恩，我都不敢相信咱们战大少爷这般细心周到，真没有不舒服啊。”唐君夜的手先摸上了海童的额，体温正常，又小心地问着：“肚子没有不舒服吧？”“没有，好得很。”婆家人对他的紧张程度到夸张的地步，不过也说明了大家关心他，同样也是关心他肚里的小宝宝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妈现在就怕听到你有什么事的消息。唐君夜放下心来说道：“我有位朋友，他的儿媳妇也怀孕了，怀孕都5个月了，前天胎停了，他哭死，说是个成型的男婴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胎停。啊呸，咱们彤彤身体健康，宝宝也健康得很。”唐君夜这般紧张，就是知道了朋友儿媳妇的事，怀孕5个月还胎停了。唐君夜牵着儿媳妇的手，婆媳俩亲热得像母女，
一起进屋里去。至于战印啊，已经被婆媳俩双双抛之脑后了。战印早就习惯了回到老宅，父母都是围着海童打转，就是海童肚里那个宝宝都比他这个战大少爷重要了。没有他，爸妈哪能这么快就能升级当爷爷奶奶呀？居然是有了儿媳妇，就把儿子都甩到角落去的，偏心啊！杨叔，奶奶现在哪里？找奶奶回来，我有件事跟奶奶说。大管家杨叔笑着应道：老夫人在山脚下，他老人家在屋里是待不住的，我现在就去找老夫人，让老夫人回家。杨叔说着就走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车，上了车，很快就开车走了。等会儿要载老夫人上山，否则他是骑电动车方便。骑着电动车载着老夫人，杨叔始终担心，哪怕老夫人身子骨还硬朗，毕竟是年过80的老太太，坐在电动车后面，万一没有坐稳，掉下来那就麻烦大了。等杨叔开着车走了，战印才走上台阶，往屋里而入。听到他老妈正在跟海童说他那位朋友的儿媳妇，这是第3胎了，是做的试管婴儿，前面2胎都是闺女，第3胎就去做试管婴儿，懂的人都懂的。结果都怀孕5个多月了，还会胎停。我说呀，就顺其自然。他们是担心第3胎又生个闺女，想拼个儿子的。他们家跟咱们家反着来，女儿多，儿子少，拼儿子拼儿子，往往拼到的又是闺女，就跟我们一样拼闺女，拼来拼去拼到的都还是带把的。哎，我们家就没有闺女的命。我那个朋友不是说不疼爱孙女，他的2个孙女，一个6岁，一个4岁，都聪明可爱，我就特别喜欢他的2个闺女。只是他觉得还是要有个孙子，将来继承他们家的家业，能跟唐君业来往的都是豪门阔太，家里有家业继承的。海童说道：多少接班人都是女孩子呢，不一定要儿子接班的，儿女都是自己的，哪个有本事适合当接班人，就让谁接班，何必拘泥于儿子接班。她反问婆婆：妈，如果我生了个女儿，女儿比儿子更有能力，你们会让孙女接班吗？那当然了，只要你能给我生个孙女儿，就是星星月亮我都想办法摘下来给她玩。接班算什么？只要我孙女有那个能力，就让我孙女接班。唐君业表态完后，话锋一转，说道：不过彤彤，妈真有那么好命，有个孙女的话，私心来说，妈是不愿意宝贝孙女当继承人的，太累。她若有孙女，希望孙女过着无忧无虑的公主生活，而不是当苦哈哈累得像牛的继承人。